说老王，你这故事啊，勾起我一段伤心往事。我的父亲啊，就是这样去世了。你说每个人都要，信玄学，信鬼神，有信仰。你说的这个，我太同意了。我觉得是我父亲在天之灵在保护我。我说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他说我的父亲呢，很多很多年以前去世。我那时候很小啊，很小的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刚认识，在北京刚认识，我父亲去世。我说方便透露一下您父亲怎么去世？他说我父亲赶上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空难。我父亲那天早晨离开我的家，出门公干，再也没回来。我说那哪天？他说1988年。我说那88空难，118空难。我说我也有记忆啊，因为那时候我也长得挺大的，确实是轰动朝野。因为中国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出过那么大的空难，118的空难那次牵动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刚刚开始坐飞机，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着长人劫飞机呢，在之前呢还能想象一下出差坐飞机的都是什么人。118空难，父亲去世之前我就有强烈的感应。平时父亲出门我都会送，只有那天父亲出门，我躲在家里哪儿也不去，连没去首都机场送行。他那时候很小嘛，我那时候10几岁，我躲在家里想，只要我不送爸爸，爸爸就能回家。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想吗？他说我不知道，我爸爸经常出门，也经常坐飞机，我每次都正儿八经的去送，只有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不出这个门，而且只有那一次我在心里想，我只要不出门送爸爸，爸爸就能回家。我出门送了他，就是最后一面。我幼小的心里就有这个念头。而且我爸爸走了之后，我跟我姐姐第二天在家里躲着看录像带，看的那个片子就是一个空难坠机的片子。正在看的时候，邻居敲门告诉我们，你爸爸的飞机坠毁了。他说老王，这么寸的事儿，这么多年我谁都没说。我说你那时候10几岁，我来给你讲讲88空难你不知道的故事。除了你之外，有多少人在那场空难中有感应，是你根本不知道的。说老王为什么？我说因为那是1988年，1988年能坐飞机的人，大概其做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相当于今天能去美国买那个太空船机票，像孙雨晨那样飞那么一下的人，基本上就这个 level。你想想，中国现在有几个，包括我们美国、加拿大的富豪们，有几个人买得起那个蓝色起源号啊？就说不贵呀，没那个马斯克的贵，不贵你也买不起。你那钱，你干那干什么去啊？所以1988年一张飞机票，对于我们普通中国人来说，那个时候是以万元户为人生美梦的。那一张飞机票，你的人生梦想是1万人民币，万元户。你家那时候他一张飞机票就2000人民币，就是你他妈1/5的人生梦想。你会坐飞机吗？所以那个年代坐飞机的人非富即贵。就像我给你们讲的玄学，这个非富即贵的人，他的这方面的灵力是要远远超过那些头一次投胎做人的那些傻逼的。那些小韭菜小草什么都感应不到，但是这些人，你甭看你那时候是个10岁的孩子，但是你已经能感觉到业力的罡风吹拂你的心。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不懂，因为没有人教给过你，但是你能感觉到自己不对。我说我来给你讲讲其他另一个人的亲历记。这个人也不简单，他姓李，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他都是写笔者。那么我们就说李先生，李某全啊，李先生。1988年1月18日，李先生亲历的故事，也是业力的罡风。你看完之后，你不可能不相信玄学。1988年1月18日是个不幸的日子，
晚上10点15分，中国西南航空伊尔18四轴螺旋桨，4个发动机都是螺旋桨啊，那是过去啊用螺旋桨还没有喷气，没有大喷气那时候啊，在重庆失事，108人遇难。1988年1月18日晚上，重庆白市驿机场，天气阴沉沉，看不见一颗星，四周的山岭黑黢黢的，偶有车灯从山间公路穿过。已经在机场候机厅等候了几乎1天的人们，个个都在抱怨，为什么？因为本来下午3点就应该到达的飞机，到了晚上10点还没有到，天昏地暗，天黑地黑，飞机完全没有踪影。这些接机的同志们等了8个小时、9个小时，能不烦躁吗？时间无聊的一分一秒的在流逝，到晚上10点的时候，突然西北方远处的山上红光一闪，接着冲天的巨响，很多人当时失声大喊，坏了，飞机掉下来了。这个时候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大挂钟只在晚上10点17分。什么情况？我首先给你们科普一下，重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啊？你别看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在重庆长大，你们未必知道重庆是一个什么？重庆是一个龙爪尖的珍珠。如果是个龙爪子有5个爪，5爪金龙的话，重庆市就是它食指和中指间夹的这么一个大珍珠。那个龙手，那个龙的手臂就是大巴山脉，大巴山往下延伸出来了5个手指头，其中一根手指叫南山，一根手指叫阳山，一个手指叫歌乐山，一个手指叫缙云山，还有一根手指叫璧山啊，5根手指下来都是大巴山脉下来的，从北伸向南，重庆就夹在歌乐山和应该是南山之间。那这个机场就是白市驿机场，就修在歌乐山上，歌乐山山谷里。歌乐山和璧山之间的山谷有一块平坦的地方，那儿就是白市驿机场。你就知道大概的地形了啊，大概它是这样一个爪子伸下来的。好了，所以接着描述这个背景。那天那伊尔18型客机本来是下午1点30分起飞，3点准时降落。那天3点多啊，准时降落。那天上午这架飞机是来回折返的啊，成都、重庆、北京来回折返。那架飞机从重庆飞到北京后，结果发现起落架就是轮子有问题，抢修，一修二修就往后拖，一直修到晚上8点才把轮子修好，从北京机场赶紧加油起飞。所以这些人啊，其实飞机8点才起飞啊，那么这些人就等得骂骂咧咧了。而飞机起飞之后，乘客们也非常的疲惫，纷纷在座椅上睡着了。那么伊尔18是什么飞机吗？是不是烂飞机啊？叫伊尔啊，都是俄罗斯的。我告诉你啊，伊尔18还真是一架好飞机，它是4桨飞机，非常安全。大家知道涡桨发动机非常安全，就是有那个螺旋桨的，它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飞机，滑行能力也很强。60年代从苏联买回来这架伊尔18出事的这架飞机啊，是编号222，是给领导中央首长做专机的。然后呢，从中央首长淘汰了以后呢，进民航。那么到88年，这架飞机并没有过它的使用寿命，而且刚刚做完大修，飞机的状态很好啊，这是第一。第二，1月18号这一天，这架飞机满员。为什么满员？一般不满员。为什么满员呢？因为有双机组。大家知道你坐飞机的话，你一般都是一个驾驶员一个副驾驶。那架飞机那天不但有2个正驾驶2个副驾驶，还有两队完整的空乘，牛逼吧？所以它等于是2班机组人员，全功能机组。这么讲一点都不夸张，民航界正常飞行的民航，这是最强配置。4个飞行员里边的2个老机长都是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飞这个机型非常熟，这条航线也是天天飞。
而2个副机长也不是新手，不简单，按理说是绝对不会出问题。无论是飞机刚刚做完大修，还是机长、双机长，它不应该出问题。所以118空难发生以后，民航总局的领导非常的重视，马上就跑公布原因，说是机械故障。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来给你描述一下。晚10点，飞机进入合川民航走廊，就准备降落了，开始下滑。什么叫民航走廊？民航走廊就是空中走廊，专门在空中划定的宽度4到10公里之间的为民航飞机进出大城市机场设定的专用航线通道，这就叫空中走廊，避免其与军机和其他航空器发生冲突所以从8000米、5000米、3000米逐渐下降，准备着陆的时候，飞行员忽然向塔台汇报，4号发动机熄火顺桨顺桨就是正常应该是这么转，就是它倒着转了，顺桨熄火失灵。白市驿机场建于30年代，是国民党建的，虽然屡次改进，但毕竟它在歌乐山山谷里边，不太适宜民航机场飞机起降因为经常出现山谷里的云雾雷电所以呢这我说的都是民航的官方报告一会儿我告诉你们真相，这不是真相这不是真相所以机组认为3发发动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存在技术困难，请求转场成都就是成都机场双流那边降落，向机场指挥塔台汇报改去成都，机场指挥所立刻同意，于是222号航班拐了一个弯向西北方向飞去又叫4146号航班这个飞机编号22，航班编号西南4146。飞机飞到璧山上空，大家知道我说的那个大巴山伸的那几个手指头，华英山、南山、歌乐山、璧山、缙云山，知道吧？然后就快到成都那边去了。那么歌乐山机场在歌乐山，下一个手指就是璧山，也就是说它还没飞过璧山，刚刚飞过去，那就是一个山沟，几十公里就是很短的距离。如果说到成都的话是10的话，这还这还才飞到1%的航程还没飞完，去成都备降，飞到璧山上空，突然1号发动机又熄火失灵，你看这就叫什么？要收你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飞机尤其是这种双机组4发动机的飞机坠毁失事，那就是几乎是要所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最坏版本同时发生才能发生。如果我们举个例子的话，就是一排针鼻同时对齐，然后你再扔一个线头过去，都穿过去了，这是它飞机坠毁的概率。这个时候1号发动机熄火，2台发动机同时失灵，再去成都，这个真有危险了。于是机组向塔台指挥所报告，不去成都了，立刻返回白市驿重新降落。当然因为他走得不远指挥所立即同意，于是飞机又转了个弯回来，向白市驿接近。到10点16分，飞机已经滑行到距地面900米高度，距离白市驿机场跑道不到5公里，也就是说1分钟之后就会降落。这个时候飞机忽然失去高度，撞击在巴县金凤乡虎岩村的一个小山坡上，那个山坡叫小谷坡，撞在一个这个高度是20米的这么一个当地的高差是20米这么一个小土坡上，在那个土坡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撞击大坑，坡顶上的高压线杆3根1万伏的高压线杆全部撞断，飞机粉碎性解体，机头冲向山坡，爆炸燃烧，机体散碎在水田中散碎在农田中。那么不少乘客被甩出去四散在稻田里。机上98名乘客，10名机组人员，满员108名，全部罹难，其中有3个日本人，1个英国人，4个外国人，而我朋友的父亲很不幸就在其中。
那么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作者啊，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人，不是我讲的啊，这个故事是我在二创别人的故事。那么故事主人公所在的单位啊，就是一个重庆的军工企业，3名同事，3人在里边，一耳18，定员98人。这一天啊，满座，一个人，一个空座都没有。本来有一个空座，本来有最后一个空座，还被民航内部的人挤了啊！你说这就是倒了霉了。靠近机头的头等舱、飞行员舱，机组人员全部烧焦，燃起大火，尸体不能辨认。机舱中的乘客还好啊，没有经大火洗礼啊，被甩得到处都是。但是呢，缺胳膊断腿也死状凄惨。有一位没有死，当时有一位幸运儿被甩出去之后，在空中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掉到了旁边的水田里所以他没有摔死。当地农民打着手电把他找着了以后他昏迷中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勘探队的，之后呢就咽气也死了，所以全部都死了当场死97人。乘客98个乘客里，后来挺了一段时间，死了最后一个。所以呢，当时的报道是看着那些遇难者残缺不全的尸体，当地老百姓是放声痛哭，一边救援一边失声痛哭。这就是什么？一派胡言。什么叫一派胡言？说老王，难道他们没有救人吗？他们有救，但是呢，我一会儿告诉你们真相吧这就叫贵族老爷不懂夜的黑。